Good morning。倒數第2天的早上呢，我要帶許先生去買一間在廣安里這邊我很想吃的麵包店。因為這趟來韓國，老娘還沒有吃到麵包，所以我今天呢就是要開啟麵包狂模式，把這附近的麵包店通通吃起來。這間呢好像是在廣安里這邊非常有名的麵包店，我很怕我們回來的時候已經吃不到，所以一早我就要趕快先衝去買。它是11點開，我們現在大概12點吧。麵包應該齊全的吧，師傅？我剛剛終於買到那一間麵包店了，它是在金蓮山站，也就是我們昨天住的飯店附近。這一間呢，剛剛進去人山人海，我本來以為它是要線上取號的，因為有說它假日的時候必須要提早半小時線上取號，你可能才吃得到，而且很快就賣完。你們看看，他們家所有的麵包都長得像這樣子，這麼浮誇，每一顆都這樣。而且他們家呢，除了這個類似貝果的麵包體之外啊，它還有一個是我以前很喜歡吃的蒙馬包。蒙馬包每個餡也都是滿滿的。你記不記得我們之前在那個 Ugly Bakery 那裡買過？它的比 Ugly Bakery 小一點點，不過它也相對便宜一點點。很多人說它就是釜山版的 Ugly Bakery。我真的快開心死了，因為它沒有辦法在室溫待太久。所以我要先把它送回飯店的冷藏，然後再找機會吃它。因為我今天的目的呢是要去海雲台，去海雲台那邊好好的吃其他的麵包店。所以你先乖乖去飯店哦，我晚上再吃你，乖哦。我們剛才點餐的時候，你說這家的點餐是什麼樣啊？就是它有一個基本菜單啊，然後都是豬肉吧，然後豬肉有各種部位。哦。我就點了一個一定豬五花。但它裡面有一個是叫做是什麼豬肉特殊部位，還要點那一個。對。就畢竟不知道什麼是特殊部位。就他說那一個至少一次點2份起跳。不是因為人數，是因為就是那個特殊部位就是要2份起跳。哇，它的生菜也太多了吧！他們真的是一個很吃蔬菜的民族哎。然後小菜呀，也是看起來加碎。我們的菜都好了，剛本來以為煎完肉之後就沒事了，要包着生菜吃，但是後來呢，他抓了一大把，他拿一個鐵桶拿了一大把的豆芽菜。我就在想說，奇怪，為什麼這次韓國還沒吃到豆芽菜，這都來了？而且它旁邊的滷肉啊，好像是要沾着肉吃，對不對？剛剛許先生點錯了，因為我們本來是要點辛拉麵啊，上周走店拌麵啦，結果是他給人家講 noodle 啦，歐北共力，它算是韓式的辣拌麵那種感覺。看起來蠻好吃的。我們這一趟也都還沒吃到這個，感覺是可以嘗試看看。會辣嗎？不會辣，蠻清爽的。而且它旁邊啊，重點是很 Q， 很 Q 哦，很 Q， 是像粉條這樣子。光看你咬，我就覺得它一定很有嚼勁。很有嚼勁。好了，我們要開始正式烤肉行程了。它的吃法就是這樣子，我們都是生菜拿出来，肉擺上去之後，再搭它剛剛旁邊一堆的泡菜。還有蒜頭，但它的泡菜看起來都很好吃，都是那種半買醬哦，就這樣，看起來超級好吃的，直接一口塞。蒜頭是不是也可以放上去烤一烤啊？可以啊，看你的需求。所以我覺得在韓國吃烤肉很健康因為蔬菜真的攝取也非常多。最後今天呢，其實我有個很大的疑惑，韓國女生吃這個啊，真的都是一口塞嗎？因為我每次都会被這梗卡到喉嚨。你如果一口塞真的太大了，我不知道，但我都是一口塞。他们的 cheese 加的好剛好哦，然後它現在就是肉的甜香，再加上那個乳制品的奶香，好爽好爽。再來吃個麵，咬不斷呢，好 Q 哦。這跟我們的粉條真的很像，你不要看它細細的，非常的 Q 彈。這間的點餐，我覺得其實也還蠻便宜的，反正你就是每個人點1份肉，你不一定要點套餐。那他也會建議你怎麼樣的點法比較好，一樣是有主食類的東西可以給你選，像剛剛原本想點的辛拉麵，還有這個辣拌麵，但它其實不辣啦，我覺得吃起來是甜甜的。主食這樣搭起來，我覺得還不錯，只是這邊的價位啊，可能就是比市區再稍微貴一點點，但是有海景啦，無敵海景，所以貴一點點好像是比較可以理解的事情。買到了這個冰淇淋大福啊，它是海雲台這邊非常有名
的名產店，就是把韓國最有名的那個糯米糕結合意式冰淇淋包在裡面。看起來就超好吃，超好吃！而且它店裡面有7種口味的樣子，但是因為我今天買的是9目，所以我就把我最喜歡的抹茶跟開心果都各加一個，對不對？我超期待。為什麼不加巧克力的混蛋？而且啊，我跟你說，它這個包裝大有來頭哎，這個是可以室溫24小時的包裝。我剛好問他，我用我的那個破英文，我跟他在那邊溝通，他說他這個裡面就是保麗龍盒嘛，它裡面還有放乾冰，所以我們可以拎着它24小時。如果你們今天呢是想要帶回飯店吃啊，這個就很方便。像海雲台，它今天天氣真的非常好。我們如果一般的冰淇淋在室外一定融化，但是有這個包裝呢，我就可以暢行無阻，我可以等到晚上再吃，就很棒哎，很不錯哎，不錯不錯。這個包装超可愛的。海雲台這裡啊，有一間是6月初才開幕的米菲兔專賣店。我今天呢就是要帶大家進來逛一逛，因為裡面有非常多釜山限定的米菲兔，也有一些團友請我代購。看看他們這個釜山限定的人偶啊，一個人每一個款式只能限買2個。這一面就是這一次釜山限定的玩偶，這個呢是小熊波波，還有馬蓮。比菲兔的好朋友跟比菲兔車長都是釜山限定的，超級可愛的。帶我去買比菲兔的時候，許先生一個人在海岸邊看着海。今天海雲台風真的蠻大的，你剛剛在這裡看，就是這樣子。怎樣？我就坐在這邊坐了30分鐘，然後也沒有什麼動作，就曬太陽、吹風。這裡是不是很適合度假啊？我很喜歡釜山。我們後面這個啊，就是他們的最高塔。很多人買釜山 Pass 都會上去看他們的景色，而且啊，它上面好像有一個，據說是最高的星巴克。哇，這真的很高哎！天啊，我有懼高症。哇，給你們看到最高的地方。那這個時候我們是不是很適合來吃剛剛買的大福嘞？我已經等你很久了。我們剛剛有問啊，這個冰淇淋大福啊，它最好的吃法就是要放在室溫3分鐘再来吃它。你今天吃的是草莓巧克力口味，因為它裡面有7種口味的味道，超好吃，是不是？超好吃。因為這間店的老闆呢，他其實是之前去國外學意式冰淇淋，然後他回來韓國之後啊，他想要把新創的意式冰淇淋結合他們的傳統，所以他們就把韓文裡面最有歷史代表性的老虎結合在他們 logo 上面，就有一種好像是他們傳統跟現代融合的那種感覺。一瞬間你已經吃完了，是不是？不用喝，很好吃啊！会很甜嗎？不會，大概5、6分甜。5、6分甜。我這個應該是抹茶的。我真的要說一下，你知道它剛剛融化之後啊，它現在外皮是有點這樣子軟軟嫩嫩的，你一壓下去啊，就有點像是嬰兒屁股那種 Q 彈性。而且你現在背景超級漂亮，你有一整面的釜山海景作為你的 background， 在岸邊吃真的很 chill。我好懂哦，你剛剛說的那個皮，我吃了這一顆抹茶，一吃下去，濃濃的抹茶香氣，是高級的抹茶。它的抹茶是那種帶有一點點海苔味，你知道高級抹茶就是要有這種味道。另外，因為它的冰淇淋呢，我覺得相对是高級的，所以你吃起來是有乳香味，哇唧那種很 Q 脆脆的感覺，再加上它的皮很薄，你不會覺得一直在咬麵粉的感覺。我覺得它的麻糬像是點綴了，感覺是幫它搭一個薄外套的樣子，防曬外套。搭配一下釜山的這個底海景，你現在超漂亮。是我還是大福？你現在跟整個背景加上大福，再加上你本人，好好吃哦！天啊！我剛剛本來開始曬太陽之後覺得有點微熱，加上它的冰淇淋。這個超適合坐在岸邊吃的，天氣好的情況下，吹着涼涼的風，曬着一點暖暖的太陽，再加上吃這個冰淇淋，但大家要小心，因為它很快就融化。好，你慢慢吃吧。我們接着呢，就來到了海雲台的藍線公園。這個地方呢，就是你要搭膠囊小火車啊，或者是海岸列車，都是到這個地方去。剛剛已經看到非常多觀光團來這邊了，你看這裡。下面的海岸列車跟膠囊列車，不過呢，我們今天是抱持着佛系的心態來的，就是不一定搭得到膠囊列車啦，因為聽說那個都是要提前1個月去預定的。不排隊，不排隊，只要排隊我們就不排。我們剛剛呢去問
膠囊列車跟海岸列車是不是還有票呢？答案是爸爸，他說今天都已經賣光了。後來呢，我問他說，那我們有什麼其他方式？他說你們可以走旁邊的海岸步道，因為海岸步道跟列車的行進方向是一模一樣的。如果你們想要看一樣的風景啊，就走這個步道，直接一直往前走就可以了。微埔站這邊呢，是搭車的熱門點，基本上大家下午都想要從這裡搭過去。但我剛剛發現它到終點站松島要4.1公里。我們不會到松島啊，你知道海岸列車才會到松島。对，如果4.1公里的話，我現在會在這邊立刻停下。因為我們想要試看到膠囊小火車的終點站去看，因為聽說那一邊啊過來反方向過來，雖然景色可能不是最好的，可是很多人說在那邊是買得到票過來。我們頭上啊就是膠囊小火車，下面這個呢步道的部分就是海岸列車。我們的視線大概就是跟海岸列車是一模一樣的。哦，很漂亮哎！我其實覺得很漂亮哎，因为我發現其實網絡上有蠻多黃牛在賣票的，可是我覺得這樣子就沒有旅行的意義了。我們走緣分，下一次呢來釜山，我可能就提前1-2個月去訂票了。它好像是官網上面都有固定開放的時間，所以如果你們想要買票，就可以依照它官網上面的時間去買票。我們現在在的是微埔站，微埔站的膠囊列車出發就是靠海岸線這邊一直過去，直到青沙埔。青沙埔那邊過來的列車啊，它就是靠內側，所以它的視線啊，有時候就會被外側的列車給擋到，所以大家微埔這邊出發的就是熱門站。我找到了網絡上面超紅的一個景點，這個景點呢，就是你走步道往前走一點點，就會看到這個黃色的招牌的地方。黃色的招牌呢，一直沿途往上走。聽說這個點啊，是唯一這邊你可以跟海岸列車平行拍照的地方。我今天到底能不能跟海岸列車合到照呢？我說認真的，這個景點可能已經很紅了，它連地板都已經幫你鋪好了，不是你爛爛難走的路，就是這裡啦。這邊呢，你就可以跟海岸列車是平行拍照的地方。你有沒有看到漂亮的姐姐們？她們就是這樣子。Hello， 你們真幸運，我們沒有買到票。沿途的風景真的好漂亮哦，而且釜山的海啊是那種非常清透的顏色。走到了第一個隧道的地方了，其實好像也不遠呢。哎，我知道了，你講的第一個點啦，列車的第一個點，但通常沒有人會在這裡下車。你看這個站根本就是荒廢啦，沒有人會在這裡上下車啊。但其實我們這樣走着走着也已經到了第一個站了。我們是不是就是唯一全網在那邊徒步的YouTuber？哎，我說真的，每個人來基本上都是搭海岸列車或者是小火車，啊，就只有我們2個在徒步嘞。苦行僧。對呀、啊，我們這是什麼系 YouTuber 啊？哇，當自己家是不是？那也不用特地到旁邊的咖啡廳嘞，你只要買一杯 Compose， 然後來這邊喝就好了。真的很漂亮哎！不錯，釜山很符合我的調性，就是隨處可以找地方休息。尤其它的涼亭啊，或者是遮蔽物啊，其實還蠻多的。我們今天這樣的天氣下來啊，是真的覺得好舒服哦，好自在。你們看一下，我們就是看前面就是這個海景。來釜山會有一個錯覺，你好像會覺得人本來就應該生活在海邊。其實途中呢，我們也看到非常多家庭帶着小朋友，我覺得這裡呢也是蠻相對育兒友善的，比起首爾。走到新沙埔了，我要找一間非常有名的咖啡廳，我們要休息一下了，畢竟走了幾公里的路了，是不是？其實走海岸步道呢，真的蠻快就到青沙埔。這樣悠閒的走過來之後，我們發現青沙埔這裡有非常多的咖啡廳，隨便找了一間看起來很厲害、面包很厲害的咖啡店。這一間呢叫 Liberty。我剛剛一進來的時候啊，很興奮的跑到了面包櫃，結果跟面包都沒有。剩下一個塔，我不想吃的塔，然後跟布朗尼還有司康都是我沒有現在想要吃的東西，然後我就跑到櫃檯問他說：“請問一下還有麵包嗎？”我用翻譯軟體跟他看，然後他就說：“也太晚來了，意思就是這樣啊。”
你這是什麼話劇社的演技嗎？我真的是難過死了，因為你知道他感覺是對他們麵包很有自信的，所以他的臉就是告訴我說，啊，真的是太可惜了，你太晚來了，所以你吃不到麵包了。沒有關係，沒有關係，他們很貼心，他們櫃檯都有放那個中文的菜單，我就選了一個許先生想要喝的 Liberty 奶茶，是不是？哦，就是奶茶。对，因為他好像是他們的招牌，因為他是直接把他们店名灌進去了。他有問說糖冰要多少，我就跟他講說微糖，然後冰塊一點點，肢體語言他都聽得懂。他們的店員人蠻親切的。另外一個呢，就是他們一走進來，你就會看到很多張、無數張的海報，黑芝麻拿鐵。他們家呢，除了麵包厲害之外啊，還有一個無敵海景。整面，因為它是3樓的建築物，我們剛剛進來啊，2樓、3樓的景觀都超漂亮的。我們現在就直接坐在這個窗邊這裡，看過去就是海岸邊，下面呢就是我們台中最有名的那個交波塊，全部都是海岸的景色，而且遠方呢，你其實是看得到燈塔的。這裡青沙埔真的是有點出乎我意料，它是有一點點感覺像小漁村，但是又是一個非常時髦的小漁村，我真的蠻喜歡這裡的。它附近呢也有蠻多文青小店，如果你們時間夠多的話，其實你可以來這邊喝個咖啡，然後再到處去走走逛逛，這也是蠻有特色。先來喝一下我的拿鐵，黑芝麻拿鐵。我覺得它的咖啡很順，很好喝哎。它的咖啡呢是帶有苦香味，可是因為牛奶冲淡了它那個苦香味，再加上芝麻那個堅果香氣，最上面呢是甜甜的奶泡，所以你喝起來呢就會感覺到咖啡的苦澀，加上奶泡的那個甜香，最後尾韻就是那個黑芝麻的香氣。這一杯好喝哎，我覺得可以。如果再搭上一塊麵包，這間店都完美。就是少了一點點遺憾，旅行就是會這樣，充滿了遺憾，我下次才會再來幫許先生喝一下他的奶茶。他們的奶茶呢，一樣是分層的非常漂亮，上面奶泡之外啊，看到最上面，它是茶葉，它直接點綴那些茶葉本人，所以喝起來，我覺得茶的味道應該會更濃郁一些。我直接幫你喝是不是？請喝。我覺得這是妹子的奶茶，它的茶香味很濃郁。但是因為它的奶蓋呀很厚一層，所以你一開始就會吃到滿滿的都是那個甜香的奶蓋的味道。喝下去的時候，你就會感覺到它的茶的香味在下面了。其實他們家的飲品都做得非常精緻。我剛看到很多妹妹們都是點抹茶系列或者是草莓系列的，那個顏色都很繽紛。如果來他們家啊，真的可以把它的飲品跟麵包，或者是你喜歡吃點心，他們選擇應該也蠻多了。可是就不要像我們一樣是下午5點才來。下午5點雖然可以看日落，可是麵包通通都沒有了。在離開青沙埔前呢，許先生他說，因為青沙埔這邊的名產好像就是海帶湯，他就想要來喝一碗正宗的海帶湯再走。而且青花魚啊，好像也是他們這邊的特產。就是這2個，基本上你來這邊呢，有時間或者是想要品嘗他們這邊的當地特產的話，你就可以來這邊吃。因為我們選擇的店呢是在那個很有名的貝殼夾心餅乾的正對面，而且他剛剛上桌的時候啊，哇，熱，比我們那天吃的豬肉湯飯還要滾。因為許先生是大海的男子，他這一趟呢就是一直吵着要吃烤鰻魚啊，然後想要吃海鮮吶，但是又不敢吃生的，就怕落曬。我們今天中午本來要去吃烤鰻魚，可是那一間到2點多就不收客了，對，他2點多就沒辦法再入座了啦，所以我們就只能好吧，走一步算一步，意外的就讓他找到了這間店了。你這樣吃起來，我剛剛看賬單是28000元。因為它這個青花魚是可以自己加點的，而且你的湯底啊不是單純的海帶湯哦，它點的是蝶魚，是不是？對，蝶魚海帶湯，所以就又有一個海鮮的鮮味在裡面。它一樣呢，上桌的時候還是會附那個小菜菜盤給你們，6樣，直接來一個6樣搭着吃。哦，青花魚很好吃。我要說真的，它這邊的餐廳啊，每一家都是這樣無敵海景，有沒有？你看過去，雖然這一間的景色呢不是說最好看的，不過呢，如果你是在傍晚來吃啊，這個夕陽真的是很漂亮。接着呢，我要來買伴手禮，我要買那個很有名的貝殼夾心餅乾，這是在青沙埔這邊每個人都會帶的伴手禮。
終於可以回家開箱這一次買的夾心餅乾了。這一間夾心餅乾啊，它跟我們一般在韓國看到的造型不太一樣，因為它是在海雲台那邊，所以它是做貝殼造型的。一般其他的夾心餅乾好像都是做方形的比較多。我這次呢就買了抹茶巧克力跟榛果巧克力2種口味，想要先自己來偷吃一下。他們家的真的做的超級可愛，都是自己有做出它的文創 logo。這邊也有告訴你怎麼保存。其實我網絡上面看，如果你是常溫保存，好像都可以放個3-4天，應該是沒有問題啦。然後如果你是冷凍，好像可以放更久。而且它的口味呢有4種，當然它現場還有其他的2種口味，好像也蠻多人買的。抹茶巧克力这個口味啊，它就是外殼是巧克力，裡面呢是抹茶。另外一個榛果巧克力呢，外殼是原味的，然後內心是榛果巧克力，看起來超好吃。我一打開包裝的時候，已經覺得聞起來怎麼那麼香啊！我剛剛看他們附的說明書啊 ，Google 翻譯之後，你要吃之前冷藏一下，它會更冰更好吃。我等一下也要來冷藏看看，但是我想要先常溫吃，因為它味道真的太香了。抹茶巧克力。其實它吃起來的口感比我想象的軟綿一些，我本來以為它會像那種脆脆的餅乾，咬起來比較酥脆一點，但沒有欸，它咬起來有點像我們喜餅。你知道喜餅裡面有一些西式的餅乾，它是吃進去之後會融化在你嘴巴裡面，這一款就很像那種西式餅乾。抹茶的味道，可能因為它外面的巧克力味道很濃郁，所以我吃到現在，我覺得抹茶味道稍微淡了一些些。我覺得這個夾心餅乾要配茶喝，因為它融化在嘴巴的時候有點卡喉。如果你是愛吃巧克力的，你買這一款應該是不錯。但抹茶的味道我覺得相對淡一些。中間那個夾心呢，有點像牛奶糖，吃起來是軟綿綿的牛奶糖。來吃榛果巧克力，我希望榛果巧克力呢，它會更有榛果的香氣。怪了！榛果巧克力這一款呢，餅乾吃起來好酥脆哦，跟剛剛巧克力抹茶巧克力吃起來完全不一樣，口感完全不一樣，酥鬆在你嘴巴裡面化開，一開始還會有咔吱咔吱那種感覺。然後這一款抹茶巧克力，它吃進去就是軟綿，所以它應該一開始就是酥脆的啦。我不太確定，因為我現在吃到的口感是這樣。如果你比較喜歡酥脆一點的餅乾，或者是榛果巧克力的香味，我覺得你買這個酥脆口感是我很喜歡的。然後抹茶巧克力這個呢，它真的比較像西式餅乾一樣會化在你嘴巴裡面的，可是它最漂亮。我覺得它的顏色呢是裡面最吸引我的，真的很酷哎！有去海雲台真的可以買，也好像300-400塊而已，我覺得不算貴。這個當伴手禮非常有代表性，吃起來也不會很甜，甜度控制得非常剛好。是可以。在廣安裡，我總共買了2家麵包店。第一家呢是 The Bear Bakery， 這間店超級紅，它紅到呢，它外面的取號機，聽說假日來的話，有人等過1個小時，就為了買麵包。它店裡面蠻小的，所以一次進去可能就沒有辦法非常多人。他們家主打的就是每個內餡都是這樣子，爆炸多。它跟我另外一家買的風格完全不一樣。這間呢是走比較，基本上是現在韓國年輕人非常喜歡的麵包種類，他們都有做，口味上面也非常多樣。我選了他們家看起來超浮誇的2個。我那時候在冰櫃前面一直翻譯，因為我不想要錯過這一間，我想要選到我最喜歡的口味，因為畢竟我不知道下一次去這間店是什麼時候了。雖然說是非常想要每一顆都買起來，可是因為它這個看起來就是一定要冷藏的，我好不容易才帶回台灣。這一顆啊，我那時候翻譯起來，它應該是開心果沒錯，完整的開心果元素，它長得超級像手榴彈的，巨無霸。那時候許先生看到的時候想說，這什麼東西？這到底是什麼東西？我2顆買起來大概台幣290，雖然說你會一乍聽之下感覺好像不是很便宜，可是如果你同樣的量、同樣的內餡搬到台灣，其實1顆100塊，我覺得差不多啦，畢竟是開心果，就稍微再貴一點點。光拆開它就是一場硬戰，我剛剛搞得自己超狼狽，因為它的醬呢帶回來的時候，它其實邊邊袋子全部都已經是醬了，擠出來那種感覺了。我覺得呢，我要先吃這個，因為這個真的是讓我太好奇了，因為它裡面的介紹實在太多，所以我就沒有一個一個去看它到底是什麼。我想說直接吃是最真實的啦。它的外面麵包體啊，剛開始看我覺得很像我們的饅頭，白饅頭，底部呢非常像餐包。
它這個是在吃內餡，單純就是要吃內餡，不是吃麵包體的。不知道怎麼下口，真的是可怕。我先說這一顆可能要幾萬卡了，超級誇張的，一入口開心果的味道超級濃郁哎，它是那種你吃到嘴巴的第一口啊，開心果就已經這樣直奔腦門的那種衝勁。下面這個餅乾體太出色了，它吃起來呢，它是一整塊，非常大的一整塊那種開心果餅乾，很脆，非常的脆。再加上它上面這個內餡啊，上面這2层內餡，通通都是開心果的內餡，質地有點不太一樣。上面這一層它的質地比較濕潤，中間這個就是非常 heavy。我怎麼覺得吃起來有點像豆沙啊？它的口感吃起來非常像我們那種綠豆沙，對，綠豆沙的感覺，但是卻帶有開心果的味道。最下面這個開心果的餅乾好脆，軟中帶脆的感覺，而且它的麵包體呢是那種極濕潤的餐包，你一咬下去會跟它上面2層內餡融合在一起，最下面就是非常脆口的感覺，一口下去好豐富。警告一下，它的甜度大概有8、9分，不吃甜的人不要選這一顆，很重，很 heavy。第2顆是抹茶的，這個好像是抹茶巧克力。那時候 Google 翻譯超久，因為它的名稱其實不是每一個都是 for 食材本身，它可能是說什麼我們的幸運餅乾啊，我最喜歡的餅乾啊，誰會知道是什麼啊？我買的這顆也是他們非常有代表性的蒙馬包，在首爾那時候就已經有吃過蒙馬包了，非常喜歡。雖然質地很厚重、很甜，但我就是非常愛他們內餡滿滿滿。它呢2個麵包體夾在裡面，上面是鋪那個巧克力碎粒，中間呢就是抹茶，濃濃的抹茶。我就想說奇怪，怎麼可能沒有餅乾？不可能。往裡面一咬，它是這種巧克力的巧克力球。你知道我們在台灣有吃過一種外面裹的巧克力醬，然後裡面是那種雜糧餅乾，硬脆的雜糧餅乾，它就是那一款，它就是那一款，咬下去超脆。本來想說，蒙馬包不可能吧，不可能就只有抹茶醬這麼平淡吧？咬到這個才是它的精髓，因為他們的麵包啊，非常喜歡在軟綿的內餡裡面加上硬脆的東西，讓你吃下去就覺得，這個口感好特別，一點都不無聊哎。他們家大概就是這個類型，但它裡面那個巧克力球我沒有很喜歡，因為它那個巧克力味不是我愛的那種巧克力，但它的抹茶超好吃，它的抹茶很濃，也不会到太甜。比起開心果，它的甜度算低了一些些，雖然說還是很 heavy 啊。你們有看到中間嗎？它的麵包不是只有白麵包哦，它的麵包裡面是夾了抹茶內餡的，所以你吃起來那抹茶味道是真的蠻濃郁的，很用心，非常的用心。來他們韓國吃蒙馬包呢，如果你是甜食控，你絕對不會失望，肯定會愛死。跟阿格日 bakery 比起來呢，你問我哪一個比較好吃？我覺得我好像比較喜歡阿格日 bakery，因為我覺得它的內餡分布的比較平均，你一口咬下去呢，真的會是那種哇，好衝擊的感覺。但他們家可能是做比較再溫和一點點，所以你咬下去呢，麵包中間好吃的內餡，咬到最中心的地方才是硬脆的巧克力。可能我吃到的這一款是這樣子啊，以喜歡度來說，我還是喜歡阿格日 bakery。這個我要慢慢吃，好爽，真的好爽。有去首爾或者是去釜山，一定要買他們的麵包，帶回來 OK， 我實證可以帶回來2-3個小時就 OK 了。這一間是熟悉瓦西點店，它是在廣安里的一個家庭式的麵包店。說它家庭式嗎？我覺得我這樣形容應該是錯的，因為啊，它11點開店的時候，已經有很多人在搶麵包了。這一間好像是只要到假日就會大排長龍。這一間店呢，它還有一間分店是在西面姐妹店啊。如果你們沒有到廣安里，你也可以到西面那邊去買。不過聽說它的賣的東西就有點不太一樣。我那時候走進去的時候有點嚇到，因為他們家呢麵包看起來都超好吃，料都是滿滿滿的那一種。像我買的這個栗子紅豆，
我光在上面看就看到栗子，然後邊緣的部分全部都是紅豆，你自己看它的整個外體呢，你就會感覺到它是滿滿的紅豆餡。這一間主打的就是餡很多，加上它有非常多的雜糧類，像什麼南瓜啊、紅豆啊、綠豆啊，就你很常看到的那些雜糧類的東西，他們家都把它包在裡面，包的很多，而且它不會像其他韓國麵包一樣這麼甜。怎麼可以不買？這個看起來超好吃，這個也想拿，那個也想拿，可是我很怕帶回台灣會壞掉。而且那時候去機場其實很趕，所以我就趕快拿了2個，想說先試試看。如果我這一次 OK， 我下次就要去釜山大買特買。紅豆系列好像是他們的招牌，所以如果你到他們家呢，一定要買1顆紅豆試試看。很多不敢吃紅豆的，好像到他們家都治癒了。哇，發瘋！全部都是紅豆。很多人說他們的奶油麵包，如果你是可以現場吃，或者是你有辦法保存的話，一定要買。整個打開的時候是包餡。我下次呢有胃的話，我就會在現場吃。它的那個栗子是整個包在裡面的。如果你不愛吃栗子啊，你也可以選全部都是紅豆的，或者是南瓜的，它都有這種組合。它的皮啊其實不算很厚，然後餡是滿的，而且它的皮啊现在摸起來是非常有彈性的那一種。一咬下去，它的麵包體極柔軟，非常濕潤，再加上它的紅豆啊，不會到很甜，真的，它大概就是加一點點糖去調味，你吃下去都是紅豆的原本味道。最棒的是，它裡面的核桃量啊多到你可以這樣子一邊咬紅豆鬆軟的口感之外，你就會咬到脆脆的核桃，增加那個豐富的味道。但是它的核桃呢是小顆這樣子點綴在裡面，所以你不會覺得啊好煩，又咬到核桃。不是，它是融合在一起的，很好吃哎，難怪是招牌。整個甜度控制的非常剛好，很高級的一種味道，有點那種是日式和果子，但是沒有日本甜點那麼甜的味道。這一款剛開始看的時候還以為它是什麼三明治，你知道嗎？現場呢其實有非常多種口味，應該一個是開心果，一個是起司，然後也有巧克力啊，紅豆又是紅豆跟栗子的結合。但是因為前面我已經買過紅豆栗子了，所以我就選了一個他们感覺比較搶手，因為剩下不多了，這個起司的，它其實摸起來質地蠻硬的，感覺很像我們的翁來酥。這不是麵包欸，它不是麵包，它是糕餅，前後2層非常像你在吃菠蘿麵包上面那一層，然後把它壓得非常緊實，吃起來也是軟軟 QQ 的，進到嘴巴之後呢，又會像沙子一樣這樣散開來。其實跟翁來酥的道理非常的像，只是翁來酥的內餡換成這種起司，鹹鹹的乳香起司。它這一顆整體的味道蠻重的，跟剛剛紅豆栗子比起來啊，它算是突然有回歸到韓國甜點店那種感覺。覺得如果你沒有吃過，可以嘗鮮看看。但下一次我可能不會買這個種類，因為我覺得它相對稍微乾了一些些，而且它整體就是走一個軟軟嫩嫩的風格。這個我有點不太懂，我好像會比較想要吃吃看他們的奶油麵包。最後一碗，我們決定來吃美式披薩，因為我們剛剛呢想說要到處繞一繞，結果呢就被這個厚披薩給吸引到了。我們的餐點已經上來2個了，我們這一次呢點的是半半的披薩，還有它的意大利麵跟一大份的馬鈴薯條。馬鈴薯條我們選的好像是chili墨西哥辣椒口味，它的那個薯條啊，除了撒上那個起司絲之外，還有放玉米。我發現韓國人真的很喜歡玉米元素哎。這一間不是只有景漂亮，我覺得它食物也蠻好吃。我覺得我這一趟來大概1天會胖1公斤哎，不止，1天1公斤很多，絕對不止。我們來韓國啊，它澱粉的攝取量急速的暴增哎。不得不說韓國的食物還真好吃。你剛剛下午的時候吃那個海帶湯，把一整碗飯全部吃光了，半碗而已啊，超誇張。好吃，薯條現炸的就是好吃，再加上大量的起司絲，但是它的墨西哥辣椒醬啊有點辣，所以如果你們有小朋友的話，不要點這個口味。意大利麵許先生點的是海鮮白醬，其實我覺得它的分量蠻大的。我們的披薩還沒上來，因為披薩好像是現做，要等久一點。他們家的招牌是它的那個芝加哥披薩，是美式偏美式。芝加哥深盤披薩就是那種邊很厚，然後起司中間很厚一層的那種。我們本來是要走去吃那個烤鳗魚的路上，結果不小心，因為這條路上誘惑太多，我們人就在那個廣安里的那個主街上面。這邊餐廳真的太多了，然後經過這一間之後，發現哇不對，太可怕了，看起來太好吃了。它的意大利麵很有水準哎，很有水準，超濃郁。
很有水準。它的白醬啊，大概是倒了2大罐的鮮奶油那種下去弄，很有水準，很奶，超级奶。没有開玩笑，沒有開玩笑。但它的海鮮就是相對普通一點，它的白醬好吃到噴在臉上，我還會想要把它吃掉，多好吃！我們的披薩等了30分鐘，終於來了。哇哦，好爽哦！真的可以拉絲拉好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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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許先生現在很尷尬，他還把它繞起來。他這樣一個披薩多少錢啊？這樣一個披薩，如果是單點的話，29000到31000不等。那好像還行，因為它的芝士量真的很誇張。給你們看這個芝士量，旁邊這裡全部都是。啊，我們的拌拌哪裡有拌拌啊？啊，這裡是地瓜啦，這邊是地瓜甜薯，然後這裡是它的原味就是臘腸的口味。你們看它的麵皮，它的麵皮其實蠻厚的，剛出爐很燙，因為它都是現做的。前面都是起司跟滿滿的地瓜，料很多哎，這個。它的麵皮超級好吃，真的哦，我喜歡，跟麵包沒什麼两樣，然後裡面超多 cheese， 可是這個有一個缺點，就是我們2個人吃完這個，我們都會飽死，因為它們麵皮真的很多。可是它麵皮很好吃的原因呢，是外圍是脆的，烤到脆脆的，裡面是鬆軟的，再加上前面的料真的是滿滿的，難怪它要附刀叉，這個真的很難直接拿起來吃。它前面的料啊，基本上因为麵皮不多，料太重了。地瓜這個口味啊，吃起來是鹹甜的，因為它前面的地瓜其實已經變成是地瓜泥了。你知道我在燒肉店最喜歡吃的一道甜點就是，對，它有點是把它搬到那個披薩上面，對，然後起司的量加的更多。沒錯，那就是我燒肉店最喜歡的那種起司地瓜燒，把那個料全部鋪在披薩上面，前端的皮呢弄得薄薄的，大部分全部都是起司跟地瓜泥，後面呢就是讓你吃飽的，但是它的麵皮是好吃的，所以你不會覺得很占味，你反而會一口一口一直把它吃掉。而且它的麵皮中間還有那個 mozzarella cheese， 吃下去非常的開心。底部的部分是烤到脆脆的，很有口感呢。我已經忘記我剛剛本來是要去吃鰻魚了，鰻魚已經飛走了，鰻魚已經游走了。它這個披薩呢，如果是你們3到4個人來一起點，我覺得會比較適合。哦，真的。2個人的話，你就點一個披薩跟一個小點就好了，算是一個打卡拍照都會很好看的地方，景都漂亮，這間餐廳可以來。經歷了4天3夜的旅程之後，我們終於要從釜山離開了。現在是帶着非常依依不捨的心情，因為釜山真的太好玩了。提醒大家，雖然金台機場比較小，可能辦手續的時間不需要到太久，可是因為它退稅機台只有2台，如果你們是有很多東西要退稅的，記得大概提前2到3個小時來，我覺得會比較保險一點，好不好？像我們今天就來不及退稅了。最後就是讓許先生吃完在釜山的最後一餐，跟大家道別嘍。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，請記得幫我按讚、訂閱、加分享。我們下次見嘍，拜拜。